在全台缺水停水的这个当下，你终于知道气候变迁的厉害了吗？不，你没有。气候变迁造成的缺水问题远远不止如此。Hello， 大家好，我是气候妈妈，和你一起学习活在现在和未来都需要的气候知识。台湾近年来不是大雨就是大旱，气候变迁对我们的影响已经变成常态，我们不能再当作没这回事。至少你得知道，这个世界因为气候变迁已经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了。希望我分享的这些知识，至少可以帮助大家在这个气候大时代中当个明白人，知道自己生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总还是好的吧。今天影片的主角是水，在今天的影片中，我将会介绍一、气候变迁影响最大的是水循环。二、台湾是气候变迁进行式，我们会遇到什么情况？三、台湾水资源的超前部署有哪些？对了，这里是一个讲对我们生活影响很大，但很多时候我们却不太清楚也不太明了该怎么面对的气候变迁的故事的频道。其实不管是面对任何问题，最简单的方式应该就是持续的关心，因为在民主社会的我们，要是有足够多的人关心这件事，才会有机会成为政府的政策原则。所以我相信不是没路用，是我们累积的关心还不够多。我们也希望你可以无私的把我们分享给你身边的年轻世代和有孩子的年轻爸妈们，因为气候变迁对他们的影响绝对比对我们这代要来得更多更多更多，他们比我们更需要当个气候明白人。当然，气候妈妈也诚心诚意的感谢帮我们点赞的每一个爱地球伙伴们。我的脸书也会分享一些气候变迁和气候科技的小品集，欢迎来看看哦。谈到气候变迁，我们之前说很多都是暖化，好像都是气温的问题，但其实受到气候变迁影响最大的是整个地球的水循环系统。水的循环过程和气候的形态息息相关，而人类的生存又紧紧依附在气候身上，极端天气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更为深刻。比如说，假如今天2天的总降雨量都是100，你会比较喜欢2天温和下午时的方案，还是极端一点1天1001天0的方案呢？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不会选择第二种，因为第二种就是所谓的极端天气，要不然就是一口气下超暴雨让你淹死，要不然就是不下雨让你干死，没有中间温和值的选项。而这种极端天气在台湾已经是我们的新日常，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就处于不下雨的极端中，在缺水限水的这个当下，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有感才是。而在气候变迁进行式的台湾，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气象局所发布的气候变迁和台湾长期降雨趋势报告中显示，本来台湾1年之中会有几次降雨分布，有时多有时少，但都还是可以让整年都有水用，所以你可能会误会以为台湾不缺水，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台湾是世界排名第18位的缺水国家。是的，你可能会想，台湾平均每年有200多公里的雨量，明明就是2000多公里雨量，缺水个猫啦！但那是老天爷降下来的部分，重点是你留得住这些水吗？台湾地狭人稠，都市土地透水性差，护国神山们山坡陡峭，雨势又总集中在山坡，再加上河川短促，所以大部分的雨水一下来就会迅速的奔流到海不复返，所以换算下来，台湾每人每年平均可以分配到的水量也只有全世界平均雨量的1/5左右而已。以目前世界可用水量的标准来说，台湾是属于缺水国家的，所以别再自我感觉良好了，请面对我们台湾很缺水的这个残酷现实。不过我们其实超级没自觉，最近统计数字显示，我们每人每天生活用水量再次创新高，达到284公升，离理想的合理用水量250公升是越来越远了。但未来台湾会因为极端多雨和极端少雨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干湿季的差异也会越来越显著，可用水量会再下降，用水量增加，可用水量减少。你说说看，这样我们还能不越来越缺水吗？
中央气象局推估，综合而言，以后春雨会更少雨，梅雨会更多雨，台风会变少，但强度增加，连续不降雨日数会越来越多，也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干旱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而就温度而言，炎热热浪超过30度以上的热带夜会越来越多，夏天越来越长，冬天越来越短，寒冷的日子越来越少，但一冷就很容易变成霸王级寒流。光这样，你应该也可以想象这样任性的气候变化对我们的供水和农业会有多么大的冲击。既然这个问题这么大，在水资源上，我们政府有在超前部署吗？还是有的，水不够用跟钱不够用的处理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要不就开源，要不就节流，当然可以双管齐下更好。在节流上，除了请大家要饮水思源，有水当思无水之苦，请大家务必要节约用水这些低成本的呼吁作为之外，还有大绝招，就是利用法规让产业界不得不省水加循环用水。不要急着觉得政府对产业好坏坏都挡人财路，上面这些为了省水而发展出来的相关的水资源产品、设备和管理服务，可都是可以拿来卖钱或出口的绝佳商机。台湾没有那么多的水可以让产业挥霍，而产业也会因应需求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我们的产业真的没有这么脆弱，尤其高科技制成对水质的要求非常严格，必须要比我们喝的水还干净。所以现在台湾的技术是连污水都可以1滴变2滴，黑水变蓝金，有着绝对的国际竞争力。举例而言，台积电的污水回收技术，目前回收率已经可以高达90%以上，一滴水可以循环使用3到4次，真的是好棒棒的。在开源上，其实又包括了把水留住和开发新水源2种。把水留住的传统技术是水库，也是台湾最重要的留住水的手段。其他也有雨水收集储留，就是所谓的水铺满就补小补这样。但最近缓和南部旱情的浮流水同学则是匹大黑马。虽然浮流水技术已经有近100年，工法成熟，但是否有这个选项，必须还是看当地地质条件是不是有足够的缘分。台湾主要就是屏东跟彰化，尤其是屏东积极的把洪水存进地下水库，并在需要的时候领出来使用。因为类似水的银行，所以我们也昵称这个地下水库叫做水银行。不过这也不是要多少有多少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开源就是海水淡化。本来台湾除了外岛地区因为缺乏淡水资源不得不之外，台湾本岛只有电厂专用的，并没有民生用水的海水淡化厂。去年开始因为大旱才下到赶快推动紧急海水淡化厂，担任紧急救援。海淡水虽然有很多缺点，成本高、耗能，治水后的高盐度卤水也会造成生态影响等等坏处，但用水不比用电，没水可是会死人的。所以我们真的没水可以用的时候，也只好咬牙承担这些后果了。还有听起来很厉害的空气取水科技，台湾有小型家庭式的选择，但也只是饮用水的华丽选项之一。我们以后在气候科技单元再来好好介绍，敬请期待嘿。尽管这么多的努力，但台湾还是走到了限水这一步。最后的最后，真正的水资源还是得靠老天爷赏脸啊！人造雨不行吗？你看看天空连云都没有，是造不出雨来的啦。所以除了节约用水，我们还是认真祈祷，拜托老天爷赶快下雨吧。可以听到这里的你，我真心认定我们是真爱了，所以记得按下赞、订阅和小铃铛，这样我们才可以继续有缘下去哦。下次我们把焦点放在国际上，再来说一点气候变迁和水战争的故事吧。我是气候妈妈，我们下个影片见嘿，拜拜。还要喵一下。喵。